橫跨兩個大運要做20年。天生冇良知，冇同理心。既然係天生嘅，今日佢錯定係命運嘅錯？對抗命運係人最大嘅悲劇。花掉這就先有果。一個反骨仔帶領一群反骨仔，做了部怎麼當好反骨仔的電影。這是我看完銀河最新力作《命案》的第一反應。由杜琪峰監製，鄭寶瑞導演，游乃海編劇的影片，號稱是2023年唯一打入柏林影展的香港電影。這句話重點不在唯一，也不在柏林，而是香港電影，因為它所涉及的核心主題、角色困境以及人物選擇，都與這座城市的命運息息相關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葉綠綠。這支影片是解讀香港電影《命案》的第一期。如果第一次找到這個頻道，請先點擊訂閱，馬豬備用。晚間的郊外陵園，林家棟飾演的大師設好香堂，擺上供果，打算為亡人做法。正當他仰土焚表之際，墓穴亡靈突然伸手，罵罵咧咧活了過來。原來這位鳳姐劉美美是個大活人，因為流年不利，找大師渡劫。大師算出他今晚戌時有死劫，於是想出一招假死，瞞天過海。泥土裡悶熱潮濕，再蒙一層塑料布，更加透不過氣。幾番周折後，又逢天降暴雨，鳳姐美終於無法忍受，爬起來便打車回家。殺手在鳳姐開門瞬間暴力入室，隨後將她捆在成人玩具上，挑選刀具準備行兇。楊樂文飾演的面館少東根據外賣訂單找到福和大廈7A 敲門，正趕上鳳姐大呼救命。另一邊大師渡劫不成，野貓雨追隨而來，想從老天手裡救回一命。殺手遭遇少東和大師堵門，快速殺害鳳姐美，驚慌失措奪門而逃。見到案發現場，大師跪地嘔吐，少東卻走進屍體，像孩子一樣在血泊裡踩水，還時不時聞一聞血腥味，露出一副陶醉模樣。大師被這一幕驚呆後，與警局過道給少東卜了一卦，後又到掛攤為他占得命盤。無情偏激，沉迷殺生，喜刀劍利器，有暴力傾向，從小就惹麻煩，4年前坐過監。下一個大劫他會殺人，還有20年牢獄之災。的確，少東看過兇殺現場後，仿佛打開了潘多拉魔盒，嗜殺本性徹底得到生發。雖然很想殺人，但又不想坐監，於是少東請求大師改命。接着，改命二人組正式踏上征途。第一回合，先去少東家裡布風水陣，再到陵園看祖墳形勢。大師首次為少東占卜為坎卦，坎卦為水，命中忌火，於是不許他抽煙，盡量穿藍色衣服。祖墳有形有勢，風水尚可，但樹根入關表示子孫大凶，想要渡劫必須先遷墳。緊鑼密鼓之際，老天首次出招，在少東家樓外布下天羅地網。與此同時，郊外陵園也意外滑坡。大師認為自己被命運針對，於是回去查看自家風水陣，牆畫、銅板、銅鑼和花架通通沒事。拿起鏡子，他發現不妙，鼻子流年部位破相，表示要走霉運。再一合計，一定是命運作祟，先讓少東目睹兇案去殺人，又讓他幫少東改命而發瘋。被大師拒絕後，少東一怒之下毀了風水陣，扯碎花架，還燒了他的符咒。第二回合，少東又來到福和大廈，蹲在案發現場回味血腥。大師發現他紅根入眼，很快將會殺人，於是為他租下一間屋子，看上去不是監獄，勝似監獄，並說這是主動受罰。接着他又策劃太陽魔法陣和放生環節，意在為少東積德轉運。可天不隨人願，放生麻雀跌落當街，唯一一隻活下來，還給野貓叼了去。大師跪地痛哭，少東二話不說，持刀追將上去。追殺野貓這一幕，正好讓沙展老拆骨撞見。他是少東的死對頭，4年前那次坐監經歷，正是拜他所賜。老拆骨想上去阻止，卻反被少東埋伏，還好大師握住刀刃，及時制止。第三回合，眼看無計可施，大師決定幫少東改心，牢房寫滿大悲咒，並教他念咒靜心。又帶他去面館派送齋飯，以此廣結善緣。開篇殺手行兇出逃，將刀具藏在面館南側。少東上廁所正好發現兇器，於是帶着欣喜私自藏匿起來。得到一套殺人利器，
他回家第一时间欣赏把玩，忽闻有人敲门，原来是凤姐阿祖找人帮忙。少东与他独处一室，心头杀念不受控制。大师赶到后发现情况不妙，扔下挡灾法器，急忙拉着他离开。正在二人推搡之际，杀手尾随而来，将他们打翻在地，并抢走了那包凶器。少东驱车追赶，追过几条街后，却因为电闪雷鸣，意外将大师撞进医院。第4回合，出院后回到天台，大师借口稳定磁场，在水里下药。少东醒后发现自己被囚禁，叫嚷着放我出去。大师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放你出去你会杀人，不如你跳楼烧炭选一个，先结果自己得了。少东求生欲挺强，问说有没有一种不用死的方式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师推着少东来到殡仪馆，使出一招招魂上身，用善良灵魂取代邪恶灵魂。招魂同时，城市再次下起暴雨，杀手又一次行凶，目标正是凤姐阿祖。挣扎反抗时，他抄起挡灾法器，一把插入杀手脖子，但这并未阻止杀手，反而身中2刀，颤抖不止。杀手准备扎下第3刀，老差骨及时赶到，将其一枪击毙。招魂这边，大师走完流程，还不见鸡飞扑翼，而另一边的停尸房恰好送来杀手尸体。逆天改命的最后关头，却碰上个十恶不赦的灵魂，命运手段之高，可见一斑。上咗身啦！你好善良嗰個人。4个回合下来，少东依然心存杀念，他满眼红根，抄起利刃，循着老差骨而去。就在动手前1秒，大师率先举起板砖，拍晕了老差骨。天台上，老差骨被困，少东满脸茫然，唯有大师人格分裂，一边说要救警察，一边教唆少东杀警察。命运让大师帮少东，是要他发疯，大师发疯反而让少东去杀人。这场人与命运的博弈输得一败涂地。大师面对质问，终于承认他输了，这意味着少东还会杀人。既然改命不成，为什么大师还是疯了呢？原来最后关头，老天仍在出招，他用风抻断绳索，好让老差骨反抗。这一反抗，又给了少东杀人机会。俩人一番搏斗，少东果然占据上风，准备杀掉这个碍手碍脚的死对头。关键时刻，大师喊道：花凋谢了才有果，自己是花，少东是果。他承认一开始就选择疯掉，承认自己选择了这个结果。少东发现大师发癫，举起刀划开自己额头，好似在跟老天正面对抗。最终他起身放下杀念，成功冲破了命运的牢笼。我係陰神連，身後亦歸海日出世。我係好善良嗰個人。老话讲天命难违，究竟如何难违？影片借用风雨雷电，将命运之手具象化。比如开篇这场假死改命，大师一边念咒一边打岔，忽然电闪雷鸣，下起暴雨，他急忙点燃黄表，与老天抢时间。而埋在土里的凤姐差点被闷死，为了逃过死劫，自行制造死劫，看上去多少有点胡来。还有凶案发生前的段落，杀手掏出报纸挡雨，油墨遇水脱色，将楼凤广告印上手掌。面馆少东停车避雨，身后外卖订单被雨水浸泡，9A 顺势变作7A， 而这2组信息恰巧指向同一个地方。故事一开始便为一场法事和凶案强化风水算命的可信度，以及逆天改命的困境，多处巧合设定直指探讨核心命运。影片借警察之口说，一切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大师则将矛头对准老天，就此形成了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就此形成了人要改命，天要阻止的对立格局。如果风雨雷电是命运的触手，那风水师便是命运的说明书。风水大师这个职业，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，通常以骗子示人，或者再高深一点，他算无一策，却忘了算自己。命案中的风水师不仅能算别人，对自己也非常了解。为少东看祖坟的时候，大师在陵园遇到前女友父母，显得躲躲闪闪，非常害怕。围观山体滑坡时，女友父母直接拳脚相向，质问他为什么害死女儿。大师闯过警戒线，抱着女友墓碑发癫，直至力竭瘫软在地。原来大师的父母双双都是精神病，发起疯来比正常人严重40-50倍。
我们都知道，精神病大概率会遗传，属于基因层面的天命难违。大师目睹父亲跳楼后，一度害怕自己也会发疯。与女友交往时，生活越幸福，他便越害怕，于是抛下女友而去，最终导致他自杀。影片剖析风水师的方法，不仅补全了人物背景，还为人物选择造成困难。大师帮少东会发疯，若不帮，则少东会杀人，等于大师还是害死了人。人物本身的命运将无限循环下去，这也是影片非常有意思的地方。我甚至能体会大师的两难，因为这种两难生活里比比皆是。比如自私冷漠，虽然能避免很多麻烦，但它也的确是人性之恶。除此之外，人本身也是命运的工具，最直观莫过于派饭的场景。大师向少东家人问好，得知他们原来很想让其坐监，因为他曾让姐姐毁容，毁了他原有的人生。杀手自称物理治疗师，帮老拆骨调理病腿，说自己也不想杀人，除非夏雨忍不住。祥和与危险并进的气氛里，杀手取刀，少东藏刀，几拨人马接踵而至，改命形势因为人而复杂起来。这也侧面说明一点，改命这件事儿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就算拿着说明书也无从下手。虽然天命难违，又逢大师屡出奇招，但影片在高潮部分并未逃避或偷懒，从而落入风水玄学的俗套里。大师在少东额头开口，好让魂魄顺利上身。少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谎称灵魂已然附体。接着停尸房推来杀手尸体，这让大师惊慌失措，难道上身的是杀手？改命二人组因此再起争执，少东推倒大师，正好撞洒了不知是什么酸的液体，腐蚀了防精神病符咒。大师急忙冲洗起身，恰逢击飞扑翼，难道杀手又上了大师的身？招魂段落连续制造悬念，跟观众玩起了智力游戏，直到天台才揭晓答案，原来是拿命运跟观众开玩笑。卓别林曾说，人生近看是悲剧，远看是喜剧，这种悲喜交加的感受正是电影命案给人的惊喜，而它并不单指杀人命案，而是命运之案。说了这么多次命运，让我想起一句名言，一个人的命运呢，当然要靠自我奋斗，但也要考虑历史进程。我想说，一部电影的命运，除了创造艺术价值，其实也在叙述历史进程。电影《命案》在柏林完成首映后，于4月底在香港上映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目前能看到的原版本，也只有一条粤语音轨。前面说影片宣传口径重在香港电影，而不是熟知的华语电影或中国电影。这种归属感的认同，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杜琪峰的选择。他不再迎合大陆市场，而是回归香港本土，去做真正有表达的作品。看完故事不难发现，它的确是一部纯正港片，有杜琪峰善于探讨的宿命感，有郑宝瑞驾轻就熟的怪力乱神，还有游乃海代表的银河早期命运母题。且不说这些元素适不适合大陆宝宝的体质，单凭风水迷信这一点，就足以弄出个关于命案的命案。早在柏林影展期间，杜琪峰作为评审发言，就搞了个大新闻，说电影会替人民发声。头2天的马来国际电影节大师班，杜琪峰又一次讲出心声，香港电影的大问题是香港不属于自己，言下之意，香港的命运不属于自己。从这个角度看电影命案，它不仅叙述香港电影的命案，也是代表香港精神的命案。关于命运之案，影片最后的天台对决似乎给出了解决方案。正如杜琪峰所说，你控制得了嘴巴，但你控制不了内心。人物与命运的抗争，恰似电影与时代的抗争，而抗争的前提就是不认输，主打一个浑身反骨。电影命案就是一个反骨仔带领一群反骨仔，做了不怎么当好反骨仔的电影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面对风雨交加的命运，究竟怎样做好这个反骨仔？命案第2期我们接着讨论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一起成为看片艺术家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